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铁道 1.6 下半卡池也是即将登场了，各位万众期待的真理医生维里塔斯拉蒂奥也会在1月17号登场，也就是下周三，给全服每个玩家在邮圈获取一支真理医生。那考虑这次的不同啊，那么卡夫卡和真理医生中就不用选择了，直接全都要或者选择其中一个即可。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聊一聊这期卡池的一个角色技能啊，以及关追有没有必要抽取啊？那真理医生到底怎么样？有帮助的各位希望给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硬币池经验，同时视频对转发权重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还有经验拿，谢谢。他的战绩是对指定单体敌人造成伤害，非常简单。而终结技召唤一个斜塔，用精准的计算来攻击敌人。不过相比战绩，大招可以给敌方目标挂上一个 buff， 我方角色去攻击这个目标之后，真理医生会进行追加攻击伤害啊，不出意外的话也是2次的效果啊，这点和托帕很像啊。而天赋呢是战绩攻击敌方有固定概率进行追加攻击，敌方负面越多，那么这个概率就会越高了。看前张画面显示初始显示 40% 啊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需要3个负面效果就能100%触发这个追加伤害的攻击了。从以上技能不能看出来啊，真理医生战绩和大招都有追加攻击的手段，那么就需要给敌方挂足够的负面效果，提高真理的总体输出了。他自身的秘技开局可以给敌方减速，也是算负面效果的。额外能力方面，战技释放后有概率给敌方降低效果抵抗，也算负面效果。以及靠自身有击破敌方弱点的负面效果都算，当然靠队伍的负面效果，比如佩拉、银狼这种角色会更加稳定。行技其他还有战技根据负面效果加双爆的，以及提高真伤的。从各方面数值表示，让我感觉真理医生应该不会弱的。真理的大招需要队伍攻击，从而触发追加攻击，而作为副 C 辅助的霍帕有追加1伤效果，能够跟真理联动，无疑是队伍的最佳首选了。第3个位置选择可以给全队提供真伤破盾推条的软梅，来给真理托帕真伤，打成双 C 收益最大化。不过具体如何还得看正式服测试的一个表现来决定如何。然后来看看真理的装光，纯粹思维的洗礼。好家伙，这身材这肌肉，你告诉我你是学者，这合理吗？不过呢也怪好看的啊，小黄鸭嘛。说回正题啊，除了常规的白值之外，特效 20% 爆伤，以及根据负面效果提升最多3成 24% 的爆伤。释放大招之后呢，可以提高 36% 的真伤，以及 24% 的一个追加攻击巫师减烦的一个效果，持续2回合。从这张关追总体看出来就是一个数值啊，非常多。虽然有点装啊，但是给托帕用起来也很不错。当然考虑到目前的巡猎5星关追啊都挺强的，个人觉得相比星海和如你来说，肯定无疑是提升比较大的啦。但是考虑这张关追开大2回合，以及负面效果需要叠加，需要一定脑子和程度的配对才能吃满争议了。说白了，这张关追很强，但是如果你的星海巡航不满的话，或者有如泥酣眠，那么这张关追是可以不用去考虑的，毕竟5星关追嘛，用起来拉开差距也不是很大嘛。如果你还是犹豫这张关追要不要抽的情况，还是等正式服的测试进行参考吧。个人到时候会用那张歪道的如泥酣眠来拿来用啊，它还能提供暴击和爆伤的一个特效。众所周知，铁道的减防减得越多，那么收益越大了。如果搭配银狼这种单体争议的又能减防角色来说，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上弱点呢，伤害应该也不低了。所以我觉得没有托帕的玩家可以用停云让真理频繁开大，以及更加容易触发专关的真伤了。而银狼呢，挂负面效果和减防，相信没有托帕的玩家也可以不用担心了，还不至于没有托帕就不能玩到不行的一个程度啊。这一点到底如何呢，还是得拭目以待吧。而下半的卡夫卡复刻前几期视频也聊过，以及卡夫卡的攻略了，这里就长话短说吧。想必各位也听到过最近黑天鹅的消息了，说什么记了不要抽卡夫卡的言论啊。虽然咱们有一说一啊，卡夫卡当前版本确实就一般啊，主打就是一个下限高上限低的情况，
毕竟嘛，不需要堆双爆，攻击力和速度为主就可以了，成本还是比较低的。而且作为一个5星 DOT 角色，雷系的还是比较保值的，而且连4星 DOT 手也让不少玩家打满了这些比较难的混沌了。那么作为5星的卡夫卡和黑天鹅，那么肯定要比4星强很多才正常嘛。所以我觉得卡夫卡作为一个5星 DOT 角色，在目前版本还是很值得去抽取的，等待一波黑天鹅到来呀。至于卡夫卡的装武要不要抽嘛？由于之前 DOT 套装需要3个 DOT 的持续伤害才能吃满这个效果，那么卡夫卡的装光特效双一种的，所以从性价比上和强度会更高了。有足够的原始的玩家啊，不对，星穹的玩家肯定抽取肯定是不亏的啊。推荐抽取个0+1就可以了啊，不用很高的。而卡池当中的4星陪跑角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，树桑、娜塔莎以及虎克。这3位角色呢，在前期过渡还不错，到了后期几乎是用不到存在了，这个其实也因人而异了。卡池的4星光锥第1章，此时恰好这张光锥是罗刹的一个4星装光了，在高叠音的情况可以提供大量的一个效果抵抗以及这个提高奶量啊，总体来说是一张很不错的一张光锥了，适合所有的奶妈使用啊，通用的一张光锥。第2章我要沉默，高叠音的情况下就是满叠音嘛，有24暴击，不过需要有一定的要求啊，需要敌方目标数量小于等于2啊，这一点有点限制啊，而且考虑到黑塔的星海巡航光锥，导致这张光锥用途就不大了，除非你那张星海巡航特别忙不够用了，那这张光锥其实还不错吧。第3章懒道的选择4星的存护光锥，这张光锥能提高装备者的一个嘲讽值啊，从而让我方的其他角色降低所受的伤害。这张光锥从数值还是比较低，但是它的一个机制好用啊，在你没有比较好的一个5星存护光锥，这张光锥还是很不错的啊。总体这个车卡池的4星其实总体来说不咋地啊，不管是4星的一个卡池还是4星的一个光锥卡池啊，都一样。而真理医生会赠送1只，剩下的卡夫卡应该很多人都抽到了吧？这次的话，卡池流水应该不咋地。不过要是真理的一个星魂提升很大和装光提升很不错的话，那么流水应该也挺不错的。这期总体来说也没什么抽取建议了，主要是给大家聊一聊这期卡池的一个信息吧，顺便了解他们技能，从而更好的了解这个角色啊。到时候正式服也会带来真理医生的一个攻略啊、测评啊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波 UP 主啊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我是梁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，各位拜拜。话说有人知道真理医生的真名叫啥吗？维里塔斯·拉蒂奥，真理医生。